我上辈子是律政界卷王，连续熬夜3个月，最后倒在了昏暗的办公室的电脑前。过劳死后投胎，结果记忆没清零。宝宝怎么哭得这么冷静啊？爸，我求你了，给我买份意外险吧。这孩子是不是最近电视看多了？别人家小孩青春期叛逆，我拉着全家签了10几份协议，确保我名下这10平米的破阁楼谁也抢不走。可我的养父母是世上最淳朴的夫妻，18年来，我准备的所有证据法条毫无用武之地。姐姐，对不起，爸爸妈妈也是为了我。只要你签字，这500万就是你的，别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断绝关系可以，先把这18年的抚养费、精神损失费以及非法侵占我身份的赔偿金结一下。零头抹了，也就8个亿。开庭前最后一次调解，你们确定要放弃？江小姐，江董愿意把赔偿金加到5000万，并且为你母亲买下城南的一套别墅。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诚意。只要你撤诉，并公开发表声明，承认之前的一切都是误会。金律师，你执业多少年？15年。那刑法第261条，遗弃罪，你应该很熟吧？情节恶劣，致人重伤、死亡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我被扔在垃圾桶里那天，零下5度。如果不是我养父母路过，我24小时内就会因为低温症死亡。你在威胁我？这不是威胁。只要你签字，这500万就是你的，别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只要你签字，这500万就是你的，别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这是你们亲口承认，意图用少量金钱买断亲属关系，并以此为要挟，对我造成了2次精神伤害的证据。老板，至于那8个亿，这是我根据江氏集团近18年的年报计算出的你们家庭平均年收入。按照法律，你们应支付的抚养费，是我被报错期间江月所享受到的一切生活、教育、医疗等费用的总和，再加上精神损失费、身份侵占赔偿金，8个亿，已经是给你们打了骨折。姐姐，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是一家人啊！闭嘴！非法侵占他人身份18年，获利巨大，你很快就会收到我的第2份诉旨。疯子，你就是个疯子！我们江家怎么会有你这种冷血无情的女儿？为了钱，你连亲生父母都要告！错了，告你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教你什么叫法律。阿琛，坐下。我谈谈。江小姐，凡事留一线，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秦女士，18年前的今天，
你在医院生下了我，这18年，江月在你们的爱里长大，而我为了几块钱，要去捡1星期的塑料瓶。所以，你现在是想用眼泪来弥补这18年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会受这么多苦。你不知道？你找回我不是因为愧疚，而是因为江月的婚事。周家需要一个健康的女继承人，延续他们所谓的优良血统。可惜江月体检不合格，所以你们才想起了我这个备胎，对吗？你怎么会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那点自作聪明的调查，在我眼里就像小孩子过家家。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诚意。我不仅要钱，我还要你们公开登报道歉，承认你们遗弃亲女、混淆血脉的全部事实。休想！让江家在全城面前丢脸，你做梦！那我们就法庭上见。等一下，道歉可以，钱也可以再商量，但你必须保证这件事到此为止。江董，你还是没搞懂。现在是我说了算。现实版《农夫与蛇》，豪门真千金回家，竟索要8亿天价赔偿。我不怪姐姐，她可能只是在外面过得太苦了，一时想不开，钱、身份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希望姐姐能回家，我们一家人能好好在一起。宁宁，咱不告了行吗？他们家太有势力了，妈不怕被骂，妈是怕你。妈，你先睡会儿，医生说了，你这血压不能再动气，剩下的事儿交给我。江家这一招舆论战打得确实又快又狠。先是用江月的眼泪博取同情，再利用贫富差距制造矛盾，最后通过黑料将我塑造成一个全民共敌。李若宁，看到了吗？这就是跟江家作对的下场。现在全网都在让你滚出 A 市，我劝你乖乖撤诉道歉，不然我保证让你和你那对穷鬼父母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人。是吗？那我们走着瞧。喂，张记者吗？我是林若宁。对，我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关于这几天的天价水城案，就在江氏集团总部的楼下广场。明天上午10点，我要送他们一份谁也想不到的大礼。爸，这女人终于撑不住了，选在咱们公司门口开会，不就是想当众跪下来求饶，顺便求咱们放过他那对穷鬼父母吗？闹出这么大动静，丢尽了脸面，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既然他想演这场戏，那就给他搭个台子。通知公关部多找几家权威媒体，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看着他是怎么灰头土脸的认错的。这林若宁胆子真大，居然敢在江家地盘上露面。我看他是来公开道歉的，毕竟8个亿的敲诈罪名，谁也担不起。我知道，他们正躲在防弹玻璃后面，端着昂贵的红酒，准备看一场名为“妓女当众求饶”的笑话。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给我准备了最盛大的舞台。我知道
大家现在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向我的亲生父母索要8个亿的赔偿？林小姐，网传你是因为在乡下过得太苦，想以此勒索亲生父母，请问是真的吗？我没有卖关子的习惯，开门见山吧。因为他们欠我的不止18年的抚养费。大家请看，这是18年前的一份警方记录。警方调查后，在医院后巷的垃圾桶里找到了被冻得奄奄一息的女婴。那个女婴就是我。天哪！出生3小时就被扔进垃圾桶，这不是报错，这是谋杀呀！快拍大屏幕上的恋爱时间！而我的亲生母亲秦岚女士，在明知孩子失踪的情况下，并没有选择报警。大家看这里，这份记录显示，在孩子失踪后的1个小时内，秦岚女士就与另一名产妇，也就是江月的生母李娟，共同办理了出院手续。这说明什么？说明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起简单的因为粗心导致的报错事情，而是一场有预谋、交换和一切。我知道，现场一定有人会说，这也许都是江月生母一个人的错，我的亲生父母也是受害者，他们可能只是被蒙蔽了，可能这18年他们也在痛苦的寻找。那么，请看下一份证据。这是江月10岁那年因为急性痔门炎手术，在博爱医院留下的输血记录。江震先生是 A 型血，秦雷女士是 O 型血。根据孟德尔遗传定律 ，O 型与 A 型的结合只能产生 O 型或 A 型的后代。8年前，那时候真千金还在乡下捡塑料瓶吧？这家人太狠了，知道是假的还不去找亲生的。也就是说，最晚在8年前，江家就已经知道江月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没有报警，没有寻亲，他们选择将这个秘密死死捂住，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父爱母爱，任由我在18线的小县城，像一棵野草一样自生自灭。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这是刑法意义上的、事实层面的、持续了18年的恶意一切。我知道，江家这几天一直在雇佣水军抹黑我，说我贪婪，说我为了钱连亲生父母都不放过。那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正式告诉各位，我今天不是为了要钱，我要追究的是家震、秦源在这起恶意遗弃案件中不可推卸的刑事责任。从今天起，战争的性质变了，这不是一场关于钱的拉锯战，这是一场关于罪与罚的生死之战。警察进去了，这是要现场传话啊！我林若宁，上辈子的律政卷王，这辈子的复仇者，正式向你宣战。江氏集团董事长涉嫌刑事案件被受江氏集团董事长涉嫌刑事案件影响，江氏股价开盘不到1小时，直接封死跌停板。听说了吗？那个真千金报案了，出生就被扔垃圾桶，太惨了。这江家还是人吗？知道不是亲生的还不找，这叫故意遗弃。支持小姐姐维权，让那对豪门吸血鬼坐牢。
对不起，我为我之前的眼瞎道歉。小姐姐太嚣了，这种人渣父母必须严惩。8个亿怎么了？买一个孩子18年的人命，8个亿都嫌。舆论是柄双刃剑，昨天你们用它来杀我，今天它就会把你们饼干吃入猪身。有什么要辩解的吗？真的明知故犯吗？有什么要辩解的吗？真的明知故犯。豪门的华丽是一张昂贵壁纸，一旦沾了黑点，就再也洗不干净了。宁宁，苦了你了，孩子。外面那些人骂的那么难听，你受委屈了。妈，你别看那些新闻，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江氏夫妇涉嫌故意杀人罪严赏，对于动访男的警方也自然是宁宁，这官司开弓没有回头箭，江家在 A 市根深蒂固，闹到这个地步，你以后怎么办？爸，你以前当警察不就是为了抓坏人？爸，你以前当警察不就是为了抓坏人？我现在也是在做一样的事，只是我的战场不在街头，而在法庭。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想要的，在发布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刑事责任，林若宁，你还真敢想！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爸妈真的背上刑事罪名，江氏集团的信用会崩塌，银行会催贷，股东会撤资，江家会彻底完蛋。那是你们应得的。林若宁，杀人不过头点地，你非要把亲生父母送进监狱吗？我妈，她病了，医生说是急性抑郁症。若宁，算我求你，只要你肯撤销刑事指控，8个亿，那8个亿我们一分不少的给你。江晨，你觉得亲情是用钱来衡量的吗？500万的时候，你们觉得亲情是种施舍；8个亿的时候，你们觉得亲情是场交易。如果可以，我愿意用这8个亿换我没有被扔进垃圾桶，换我不需要在3岁的时候就学会看人脸色讨生，可我换不来。那你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我要的不是你们廉价的愧疚，也不是这8个亿，我要的是公平。你所谓的公平，就是要毁了我们所有人吗？一定要看着江家家破人亡，你才甘心吗？如果还原真相就是毁灭，那只能说明你们本就建立在一片废墟之上。话不投机，没什么好谈的。林若宁，你别得意的太早。我爸，他不会就这么算了的，你会后悔的。从我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的那一刻起，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这2个字。我要的不是过程，是结果。哪怕花再多钱，也要把这件事压下去。江董，请放心，刑事案件中遗弃罪的成立必须具备主观故意，我们会从这一点切入，将当年的行为包装成产后抑郁导致的意识丧失，或者医院疏忽导致的意外。我当然知道江震不会善罢甘休，像他那种人，为了利益和颜面，什么肮脏事都做得出来。但我没想到，他的反击会来得那么阴毒。警官，关于我当事人江女士涉嫌遗弃罪的指控，
完全是无稽之词。这是秦女士当年的住院记录和心理评估，证据显示她产后患有极严重的产后抑郁症，伴随短期意识。在这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她根本不具备主观遗弃的动机。那8年前，江家就已经发现江月血型不对，为什么隐瞒不报？实际上，江家这8年从未放弃，一直在私下寻找亲生女儿，只是大海捞针，毫无头绪。这在法律上叫尽力而为，怎么能叫恶意遗弃？那天是我没看好，那个婴儿是自己从婴儿车里意外滑落的，不知怎么就卷进了垃圾堆，是意外，真的是意外。林小姐，非常抱歉，由于关键证人开口，且对方提供的医疗证明文件具备重要力，目前缺乏支撑主观故意的直接证据。刑事立案的申请被驳回了。林小姐，法律讲的是证据，不是故事。想玩刑事自诉，你还太嫩。明天就把立案被驳回的消息放出去，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江家，他连做人都难。听说刑事立案被驳回了，现在感觉怎么样？你费尽心机搭的台子塌了，你现在是不是像个笑话？哑巴了？之前的嚣张劲儿呢？我爸说了，看在血缘的份上，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机会500万，拿着这笔钱，立马撤销所有民事诉讼，然后滚出 A 市，永远别在江家面前露脸，不然下一步我们就要反诉你诽谤和敲诈勒索了。到时候就等着一起坐牢吧。咱们看看法律最后到底站在谁这边。输了吗？不，这只是前菜。我上辈子在律政界混了10年，从一个无名小卒一路爬到金字塔顶点。江震这种人以为买通几个护士，伪造几份病史就能瞒天过海。江震以为用钱就能摆平一切，他太小看我了。上辈子我见过的阴招，比他们全家人吃过的盐都多。李娇名下这个早就被注销的废弃账户，在他所谓的失踪后的整整5年里，竟然一直处于活跃状态。每个月的固定一天，不多不少，汇了整整60个月。匿名汇款，在现代银行系统里，从来没有真正的匿名，只要是钱走过的路，就一定会留下气味。我顺着李娟那个废弃账户的资金流向，像猎卷一样往回溯源，穿过3层壳公司，绕过2次虚假贸易核算。抓到你了！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足以让整个江家万劫不复的秘密。你想干什么？秦女士，
我们再见一面。没用的，易安已经驳回了，张家的律师会让你坐牢的。你那个从未公开过的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是关于李娟的。你到底知道了什么？这是一份瑞士银行的流水单，这个账户是你结婚前的私人账户，因为是婚前财产且处于离岸状态，江震和江家的审计团队从来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对吗？从18年前开始，也就是我出生后的第1个月，你每个月都会从这个账户里给另一个特定的账号进入一笔固定资金。这种汇款持续了整整5年，直到13前的春天，那个收换人因为肝癌晚期在老家去世，汇款才彻底停止。那个人就是李娟。你怎么会？你怎么会？我怎么会知道？秦女士，你是不是忘了，当年根本不是李娟临时起意要跟你换孩子，是你主动找到了她，是你用金钱和她做了一笔交易，你用你的亲生女儿换了她的孩子。我不是的，我没有，我只是产后抑郁，医生说了我是病了，我当时控制不住自己，我讨厌孩子的哭声，一听到你哭我就头疼欲裂，我看到你我就觉得烦躁，我快要疯了。我只是想让他帮我带你一段时间，我那时候真的受不了了。我想着等我好了，等我情绪稳定了，我就会把你接回来的。我每个月都给他汇钱5000块，在那个年代够他们全家过得很好。我叮嘱过他要好好照顾你。我没想到他拿了钱会把你扔掉，他明明答应过我的，我真的没想到。原来这才是真相，不是什么所谓的意外，更不是神志不清的疏忽，而是一个自私到骨子里的母亲，为了逃避育儿的繁琐与责任，亲手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推向了深渊。你找了他5年，难道你一次都没去看过我吗？你在怕什么？是怕看到我过得不好，让你那点廉价的良心不安，还是怕江震发现你亲手调包了江家的血脉，毁了你豪门阔太的地位？够了！秦岚，你真行啊！你骗了我18年，整整18年，为了这么个阉人，你竟然把我的亲生女儿给换了！江家的脸都被你这个疯女人丢尽了，若是传出去，我江震在 A 市还怎么立足？录音我已经发给我的律师。江震先生，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再来重新谈谈什么叫刑事责任。江震，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为了你，为了江家才瞒着的。为了我，你让我替你养了18年别人的种，你让我成了整个京圈的笑柄。我可以把那份银行流水交出来，甚至可以提供当年他和李娟私下接触的线索。我会让律师以虐待罪等充证据，重新对秦岚进行刑事立案。但你必须签署这份谅解书，警方追查下去，我只能是不知情的受害者。关于我的遗弃罪指控，到此为止。这是一个肮脏的交易，他毫不犹豫地牺牲了同床共济20年的妻子，只为了保全他自己和江家那点可怜的名声。江董，那是你太太。他毁了江家，就得付出代价。成交。我同意了，因为我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把他们所有人都送进监狱，而是要让他们品尝我曾经历过的那种被至亲抛弃、背叛的滋味。他把证据都交了。我知道，当一个自私的人发现利益受损时，最先回想的一定是身边最亲近的人。你来了，你已经拿到了你想要的，
可你非要看着她进监狱。她毕竟是你亲生妈妈，血浓于水。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为了给我买一条全县城最漂亮的粉色裙子，她在灯光昏暗的纺织康里连着加了3个通宵的班。我妈在我发高烧的时候，因为村里没车，她背着我走了整整10里山路去镇上的医院。那天雨很大，她摔了3跤，却始终没让我受到一点伤。我妈叫刘素芬，她不叫秦岚。这个给你，这是你出生那天奶奶亲自去庙里求来的，然后一早套在你的脖子上。我妈秦岚她这18年其实一直把它收在梳妆台的最底层，虽然她把你换走了，但这个锁她一直留着。现在把它拿出来，是想让我感动吗？还是想告诉我，她哪怕把我扔进垃圾桶，心里也还给我留了一个位置？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也许他心里是有过你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哪怕只是愧疚，他也确实留着你的东西。有过，江琛，你知道吗？我上辈子是个律师。上辈子？我这一生见过太多的卷宗，见过太多打着爱的名义去行伤害之事的父母。他们伤害了孩子，然后在深夜里抱着一张旧照片哭泣，就觉得自己是个深情的慈父慈母。你觉得秦岚留着这个锁是爱？不，那不是爱，是自私，是占有，是可怜的自我感动。她留着它只是为了在偶尔良心发现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好让自己觉得看啊，我还没那么坏，还留着她的东西。真正的爱不需要通过这种物件来证明。真正的爱是像我养父母那样，哪怕家里穷的只能吃糠咽菜，他们也会把碗里唯一的鸡蛋夹给我。不是像他，为了所谓的亲情，为了不用面对一个啼哭的新生儿，就面不改色的把我推给别人。现在东窗事发了，再拿这么一点廉价的，迟到了18年的愧疚感和这么一个生锈的破锁，就想假装自己是个伟大的母亲。李若宁，你恨我们吗？不恨，我只是看不起你。我原本以为我和江家和江琛的故事到江边那一刻就该彻底结束了，但我没想到这个曾经一心维护贾千金，对我百般归难的便宜哥哥，会在接下来的最关键时刻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选择。民事诉讼案正式开庭。审判长，根据调查，原告林若宁女士的养父母仅为普通的退休刑警与档案员，家庭年收入不足10万。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原告18年来的实际生活支出与教育成本撑死不到50万。然而，原告现在却要求8个亿的天价赔偿，这不仅是不合理的，更是赤裸裸的针对其亲生父母的敲诈勒索。原告试图利用公众的同情心，将一场寻找亲人的喜事变成一场敲骨吸髓的复仇。审判长，我反对。被告律师的逻辑完全是在偷换概念。被告律师一直在强调我养父母的收入水平，但我要提醒各位，本案的核心不是我的养父母给了我多少，而是我的亲生父母本该给我多少。这笔钱不是我要的抚养费，这是他们欠我的人生。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导致身份错位，赔偿标准应参照侵权人，也就是江家的生活水平。这其中包括了名校的入场券、家族信托的增值，甚至是由于身份错位导致的精神摧残和时间成本。这些无形物质的价值，远非单纯的奶粉钱和学费可以衡量。8个亿，只是一个基于江董消费水便计算出的最低标准。审判长，我有一份新的证据要提交。审判长，
我有一份新的证据要提交。阿琛，你疯了！坐下！闭嘴！你个逆子！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坐下，这是法庭。被告人，请保持冷静。法警，维持秩序。这是江氏集团近10年来所有海外资产的明细，以及我父亲江震先生以他人名义代持的数家离岸公司的股权证明。这些资产从未出现在公司的公开财报里，他们是藏在江家荣华富贵背后的阴影。我父亲涉嫌巨额财产转移，以及高达数亿元的偷税漏税。我看着江琛，他也在看我。我忽然明白了他这么做的原因，他不是为了帮我，而是在用这种方式与那个腐烂的家庭做最彻底的切割。江震先生，你涉嫌巨额财产转移、虚假报税以及非法隐匿海外资产，请跟我们走一趟。被告林若宁胜诉。江家倒了，以一种比我预想中更彻底、更惨烈的方式崩塌了。我没有去申请强制执行那些房产和古董，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了。为什么？宁宁，这太贵了，咱回老家住挺好的。妈，这是你和爸应得的，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赔偿金到账后，我将1半的数额以我妈的名义成立了这家基金会。我们要做的是专门为那些被遗弃、被拐卖的孩子提供最专业的法律援助和心理支持。我上辈子在那个名利场里摸爬滚打，为了金钱和虚方的名誉，在法庭上和对手厮杀的你死我活。这辈子，我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老板，我刚才看了一眼账户，那一长串的零，看得我眼都花了。老板，你现在可是正儿八经的 A 市女首富了，拿着这笔赔偿金翻身做主，您现在到底有什么感想？感想就是案子太多，人手太少。所以，为了对得起你刚才看到的那串零，你从明天开始给我加班。我现在辞职还来得及吗？林律师，找到了，真的找到了！警察说孩子在南边，明天就能接回来了。基金会的工作虽然繁琐，每天要处理成百上千份破碎的信息，但每当看到一个孩子回到家人身边，看到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重新粘合，那种成就感，是再多的金钱、再高的名誉也换不来的。我重新考取了律师执照，这一次我不再为豪门争产，而是成为了基金会的首席法律师。每天不是在开庭，就是在去开庭的路上，忙碌但从未有过的充实。
宁宁是我秦岚，我想再见你一面。我快不行了，癌症晚期，医生说是扩散了，跟李娟一样的病。江真，她的判决也下来了，数罪并罚，被判了20年。以她的年纪，恐怕这辈子是出不来了。家琛，她走了，听说是买卖了最后一点东西去了国外，再也没联系过我们。这个家散了，嘉氏集团已经清算破产了。那栋大楼现在应该已经换了主人的名字吧？若宁，我知道我不配当你的妈妈，我这辈子做错了太多事，自私、贪婪、虚伪。我以为扔掉你就能换回我想要的生活，可结果……下辈子，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一定要好好抱着你，再也不放手。看着这满街的人间烟火，我忽然想起上辈子过劳死在办公室的那个夜晚。我最后一个念头是，如果能重来一次，我一定不要再当律师了，太累了。可命运偏偏又让我走上了这条路，兜兜转转，针灸逃不过。或许这就是我的宿。几年后，苏菲儿童保护基金会已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之一。我们配合警方，找回了上百名走路的孩子。林律，利用最新的 DNA 比对技术和人脸识别系统，本月我们又成功找回了12名失踪超过10年的孩子。林律师，感谢你们基金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让我们的团圆行动效率提高了数倍。应该的。法律不仅是为了惩治罪恶，更是为了让正义能够及时回家。林律师，网友们都称呼您为金牌守护者。从当年的金圈真假千金案，到如今的公益领袖，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感触就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资产，而在于你活出了多少人生的意义。这孩子打小就有主意，我就知道他一定行。宁宁，别看烟花了，快倒酒倒酒，咱一家子得走一个。新年快乐！爸妈，新年快乐！上辈子我是绿券界卷王，赢了官司，却输了整个人生。这辈子我告倒了豪门，赢回了公道，也终于赢回了属于自己的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这果汁真的很甜。这个刻法，横构的弧度，还有最后那一式的顿笔。老板，这是一份刚收到的 DNA 对比申请，情况很急。苏念的母亲刚查出肺癌晚期，医生说可能撑不过这个月。老人家唯一的心愿就是临死前见女儿一面。他听说咱们基金会有最新的技术，特意托人递了申请。这个案子当年的结案定性是什么？当年定性为自行离开。福利院的老院长已经去世多年，唯一的目击证人是个护工，听说10几年前就没了音讯。
这案子我记得，当年办案的民警是我弟张叔。老张当年就觉得不对劲，3岁的孩子怎么可能避开所有人，在监控刚好坏的那10几分钟里跑出去？监控坏了。对，坏得太巧了。那个护工监生看到孩子往后山跑了，但城郊那片当年荒草比人高，一个3岁的娃根本走不远。后来老张想申花，结果怎么了？他突然被调去了外地，案子没人跟进，最后就不了了之。宁宁，这都是20多年前的旧账了，那时候技术查线索早就断了，你别太累，这案子难查得很。妈，我见过太多父母等孩子的样子，既然让我看到了这个宁字，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我将苏念母亲的 DNA 数据以最高优先级录入了全国数据库，同时我让小周去调取福利院当年的财务流水。所谓的走失，背后往往藏着买卖，那几年的财务账目一定有猫腻。老板，找到了，你看这笔。这江家还真是邪门，怎么查到哪儿火就烧到哪儿，老档案全毁了。汇款人用的还是假身份证。这地界我熟，当年这福利院有个女护工，长得挺清秀，嫁到了我们镇，叫王桂兰。那她现在人呢？唉，命苦。前几年她男人出车祸没了，她就带着孩子走了，听说是去了 A 市。老板，你看她的雇主名单，江月的外婆。江月，江家倒台后，她不是跟着外婆回了老家吗？竟然偷偷回了 A 市。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个干活的，你们别问我。苏念，1998年，你当年说他是自己跑丢的，对吗？那笔匿名捐款是你收的吧？谁让你走的？是秦岩，18年前秦岩找到我，给了我整整5万块。他说苏念的生辰八字大凶，会克死他的女儿江月。竟然又是秦端。我穷疯了，我没法子，我把孩子送到了邻市的李家村，给了一个叫刘梅的老家。可没过半年，刘梅说孩子自己丢了，我一直不敢说，我怕坐牢啊。老板，秦陵都死在牢里了，这案子怎么还能跟他扯上关系？他到底害了多少人？小周，你留在咖啡点定位我的手机。不要问为什么，如果1小时后我没主动联系你，或者定位信号消失，立刻报警。你是谁？我是素芬儿童保护基金会的律师。你叫苏念对吗？你妈妈她找了你很多年，她很想你。好久不见，你毁了我的一切，江家倒了，我外婆瘫了，我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祖，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江月，你是法盲吗？江家倒台是因为江镇经济犯罪，秦陵入狱是因为遗弃罪，这些都是他们自作自受。
苏念是无辜的，放了他。无辜？我才是最无辜的。我本该是众星捧月的大小姐，是你抢走了我的爸爸妈妈，抢走了我的哥哥。秦云那个蠢女人为了护着我才把这丧门星藏起来。既然她没弄死你，那我就亲自动手，让你给她陪林若宁，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等着！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出不去了，谢谢你。江月一个身无分文的逃犯，哪来的钱租房关人？念念，我的好女儿，妈妈对不起你，妈妈来晚了，这20多年你受苦了。林律师，你先等一下。林律师，谢谢你，要不是你，我这把老骨头死都不瞑目。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是江辰，是他支持我的，他给了我钱，说只要我把苏念关在那儿，以后就能用来要挟林若宁。老板，查到了，梅琛确实在国外，但他供职的那家跨国公司背后的大股东竟然是江震当年洗水转移资产时暗中扶持的亲信。查来源？不用查了，就是香辰供职的那家海外公司直接进入的。他这是在向我们示好，还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老板，账户进账了，一笔巨额捐款。老板，咱们可能被耍了。江辰当年在法庭上倒戈，可能根本不是为了正义，而是借你的手彻底搞垮江震。只有江震彻底倒台，他才能绕过监管，在海外名正言顺地接手那些黑产。喂，若宁，江月在庭上乱咬我的话，你不要信，他只是恨你，想临死拉我下水。那笔钱是你捐的？是，我知道苏念的事是秦薇造的孽，也是江家欠下的债，这笔钱算是江家对他的补偿。我回国了，想和你见一面，就在江边捞底。好，我准时到。我知道你不信我，我没有不信你。这是江震当年转移海外资产的所有证据，还有他扶持的所有亲信名单。我已经把备份交给了经侦部门，海外资产流向图、洗钱亲信名单、行贿记录附件记录，证据链非常完整，甚至还有当年的行贿记录。江辰，你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当年在法庭上帮你，我是真的想和江家彻底切割，但我低估了江震的胃口。他在海外的那些亲信一直在找我，想让我接手那趟烂生意，因为我是江震唯一的儿子，只有我能拯救妻子。所以，你假意答应是为了潜伏在里面收集证据？够吗？看着他们继续用江家的臭钱在国外挥霍，那江月呢？我从未支持过他，可我帮你搞垮了他的美梦。回国后我才知道他把苏念关起来要挟你，我原本想亲自动手救你，可还是我没能。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名下所有的江家资产我都已经签了公证，全部捐给你的基金会，算是为江家造的孽做最后一点补偿。我申请了国外的大学学心理学，如果以后学成了，我想回来帮基金会里那些受创的孩子做心理疏导。
当年那个你没要，这个算是我这个前任哥哥送你的祝福，希望你以后平平安安。谢谢，你也一样。林若宁，再见。再见。老板、大姐，江震在海外那些亲信全被抓了，那笔资产被追缴后，法院决定拨出一部分专门给咱们基金会。还有，江月的判决下来了，非法拘禁罪，10年。宁宁，忙完没？快回家吃晚饭。妈今天特意买了最好的五花肉，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再晚就凉了。好，妈，我这就出发。最好的判决书不是法庭给的，而是生活本身，是那些被找回的孩子，是亲人掌心里的温度，是那一碗冒着热气的红烧肉。